好，来，应该有声了，刚刚好像没有声音。54位啊，54位了。噔噔噔噔，大家好，上来的朋友麻烦点赞、转播、转发、开启小铃铛，声音正常哈，谢谢。滴管卢，你今天第一位啊、哦，厉害厉害。哦，还有150几位了，可以了可以了。好，开始今天我们的转播了哈。昨天的题目忘了讲，早赶快行华裔哦，昨天忘了讲了哈，忘了讲那个什么美军营救这个事情了哈。这个事情还是要讲清楚了哈。中国又开始洗说什么？哎呀，美国什么了不起啊，营救回来了，然后什么损失了两台运输机啊，2台直升机啊，一起打个破以后，这个真相一定要弄清楚。很多人没有把真相弄清楚，会被他带得团团转哈。美国人厉害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这2个飞行员，他是被什么击落？他被低空的，就像我们的刺针飞弹这种小型的这种飞弹打中，因为它飞得很低嘛，他要执行任务，他飞得很低嘛。F-15E 是什么？是战略轰炸机哦，它是战斗机，也可以是轰炸机，因为它是大型的。日本都F-15为主力嘛。那台湾的 F-16是轻型飞机，这是2回事哦。所以 F-15E 它飞得比较低，被什么用那种用了什么刺针飞弹那种扛在肩上打下来，这本来就很正常啊。这本来就是战场上会发生的事，这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厉害的在哪里 ？F-15E 被击中之后，它还飞了400-500公里到山区，它才迫降啊，它才弹跳哦。它如果说在伊朗市区弹跳，大概这两个飞行员就必然被抓了嘛。没有，人家他飞到偏远伊朗的南方的山区，他来迫降。那有一位很快就被找到，一位就没有被找到。但是因为他身上有带一个什么，带一个定位器，所以美军知道他在哪里，所以美国派了什么？派了三辆的C-130，因为他喜欢来派3辆。C-130怎么在山区怎么有用？刚好那附近有一个什么废弃的机场跑道，所以他可以在那边降落。那降落怎么办呢？降落那个飞机跑道距离这个飞行员的定位还差100公里啊，怎么办？这个 C-130里面每一台 C-130里面还放了几台什么小鸟直升机的。这个小鸟直升机很小，只有2个座位，一个驾驶，一个副驾驶。但是它旁边可以它旁边可以再放两边各放一个板凳，两边可以再坐3个人，总共有6个武装人上去嘛。小鸟直升机很小，所以它的雷达截面很小，它又飞得很低，然后因为它已经有定位了嘛，它知道在哪里嘛，所以它就赶快去救回来了。那救回来才发现什么？糟糕啊！因为这个什么？废弃的机场那个土啊，已经什么土有点软，所以那个C-130只能够老给物哈。台湾当兵人都知道老给物哈，这就是我们C-130嘛。那个已经从1战到2战再用到现在还在用，厉害，比个人有厉害哦。这种东西还在用啊，但是因为那个地已经有点松了，所以它轮胎陷进去飞不上来了，太重，你74吨嘛。一台飞机74吨，这个情况嘛，它飞不上来，因为它陷进去，所以美国就重新再派了3台什么轻型的运输机，这个才20几吨，然后去把他们接回来。那你说，那如入无人之境，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什么叫如入无人之境，那是强大的国防做后盾。美国派了几十架飞机在上面盘旋，什么？包括什么油猪啦、A10攻击机这些什么，在这个上面盘旋，就是
你要去救，那伊朗的部队也要想要去抓嘛。伊朗不是还悬赏6万美金嘛？我看超凶的。好，伊朗真的很粗俗，悬赏6万美金，不管这些，这个范围里面被美军控制了。美军起飞了大概10几20艘飞机起。第一，这附近的雷达全部给你封锁掉，全部给你封锁掉。任何部队要进去，我 A10攻击机直接打掉。我美国用了军力把这一块控制住，让你谁都进不来，我们才能从从容容的把这个人救走。救走还是这个飞机大飞机起飞不了，还要再等小型的运输机20几吨的74吨的 C130飞不上去，22吨23吨的才能够起飞嘛。从从容容把人救回来，看似简单，其实这是个很完整、很绵密的一个计划嘛。整个什么？整个全面立体的立体作战嘛。然后呢，在你伊朗的境内呢，我人可以从容把它救走，你连人都进不来，你的部队都进不来，因为我这一块已经画了一个区域，我的飞机把这附近所有雷达全部弄打掉嘛。全部干扰了嘛，你人员一进来，我那油珠攻击机马上打你嘛。这个有很重大的一个科技的。第一，你飞机中弹了，为什么还能飞400多公里、400-500公里？美国人的厉害的啊！其实他身上带一个那个什么定位器，其实那个废弃的机场啊，居然还能够降落，还能够起飞啊！你说，那个 C130能降落，为什么不能起飞？说各位，降落的时候啊，其实这种螺旋桨的飞机啊，它降落的时候地面可以不用太硬，因为它的飞机哈，它飞机翅膀它会控制那个压力嘛。而且这一块美国已经炉火纯青了，你不用去担心它了。我们不去详细讲那一块有点太长了。也就是说，美国人有能力在你的国度里面画出一块禁航区，任何人进不来，我就在这里把我的人救走，你依然是吧？束手无策。所以美国不管是在委内瑞拉，在什么，在伊朗所表现的这一套，会把你中共吓死。我告诉你，会把你中共吓死。我这一套在中国随时可以用嘛，我演习给你看嘛。反正你已经把最好的武器啊都送到伊朗，就依然奈何不得嘛。所以有个4升飞弹把它打到他的 F-15战斗机，这个在战场上是很正常，这个跟你的电子没有什么关系。我电子侦察能力多强，我射控能力多强，我雷达系统多强，没有，那个就是扛在肩上那种打，刚好被他打到，这有什么？因为我说过那个 F-15是一种战略轰炸机。战斗机也是轰炸机，因为它是个重型的飞机，所以它有时候要飞得很低嘛。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中国人不用再意淫了哈，中国人不要再意淫这件事情。这个代志是你们整个国家最丢脸的地方。你支援人家多少武器，至今啊，什么也得不到，没有人把你当一回事，是不是？来，你要来再来一次，再来10次也一样了。我刚刚在委内瑞拉演练完，我在伊朗再演练一次，你依然束手无策。不是，伊朗委内瑞拉是那个你突袭嘛，所以我没有准备好。那我委内瑞拉准备好打完，我让你伊朗准备好了吧？你准备好，我依旧是什么？把人救回来。美国花了几亿美金救这个人，这件事情在表示什么？我告诉你，我能救这个人，我能够进到你的国家救人。我也愿意救人，这两个意义很重哦。我能救人就表示什么？你的防空我不放在眼里，我愿意花这么多年去救人，这是一个大国的精神。所以美国的军人非常非常的爱国，非常非常爱国，因为这个国家值得他依靠嘛。我跟你讲，像我们这种人，我听了都热血沸腾啊！我都年轻人，我如果年轻一点，我都愿意为美国去美国参军啊。因为这样的国家就是什么？我把人当人看了，我把我的同胞当人看了，我不惜用什么几亿美金，可能100几亿的花100多亿台币救一个人。在中国讲说开什么玩笑？不要说救一个人，就一个团了，我也不愿意去救，太贵了，哎呦，开薪水机。
中国这种不把人当人看的话，所以我说中国朋友你们自己要看清楚了，共匪没有把你当人看过了，不要说花100-200亿台币了，花1-2亿台币他都不一定愿意花，这就是人命贱我蝼蚁。在美国来说，以前的什么拯救雷恩大兵那些美国人一直在强调这种精神了。你是我的人，我不惜发动所有的成本，从世界各国要把你救回来，是吗？对吧？中国会战狼公对吧？拿着中国护照到哪里就可以弄回来，结果没有啊。所以这个什么吴京现在被骂的要死啊，就是很多人相信他的话，就在世界受骗屈辱。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去救过一个回来过，甚至这个伊朗说：“哎，你们自己想办法离开这个边界哦，到哪一国去哦，我们才能去把它接回来哦。那我还要你接干什么？我都已经到第三国安全了，我自己不能坐飞机啊。所以说，这个是啥？这个国家的精神。美国之所以伟大，因为他重视每一个人的命。”尤其是你是我的战斗部队，你为美国人去卖命，美国人愿意倾全国之力把你救回来。机关抬头，我跟你讲，我看了我都感动，真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加入美国啊，我们成为美国50岁，我愿意到美国去当兵。如果美国还愿意我这种人当兵了，我愿意啊。这种氛围太让人感动了，你知道吗？我永远没有一个人会被牺牲。中国人打仗永远是想要牺牲谁啊，来什么成就谁啊，牺牲某一个小国部队来成就什么。美国人没有这一套，你就是我的同胞，你就是我的什么，我的军队，我的友军，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被牺牲。这块呢，所以美国人打仗永远士气最高昂。你有没有发现美国人打仗蓝年说哎呀有也好没有也好，完全没有，不是这样讲的。这就是美国人为什么一直称霸这个地球。很多傻逼说美国人要没落，我一直跟各位讲了美国继续在地球统治再统治100年没有任何问题。我这句话共匪如果反对，你拿出数据来，你拿出你的论述告诉我，你中国拿什么要超越美国？你以前最大的武器叫什么？人口红利，那个叫做奴隶政策，用一群奴隶去什么？要让中国崛起哦，你是谈个破而已哦，你神经病啊！奴隶怎么能崛起呢？这个世界永远都精英带领了，我一直在讲，这个世界是精英在带领的，奴隶带领不了这个世界。所以奴隶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奴隶，你就自己要站出来反对集权，你不要永远当奴隶嘛。所以啊，中国今晚有什么机会？他未来要崛起要靠什么？中国以前靠什么？靠人口红利，靠 WTO 嘛。这两件事情，当然千人计划那是后来的了哈。你看哪一件事情不是美国人的什么？美国人的施舍嘛。如果不是美国人施舍，没有把你加入 WTO 之后，中国根本，我跟你讲，我95年就进中国了。那个时候中国穷的妈跟鬼一样，我最清楚了，那一段我最清楚了。那我刚进去，大学生到我们办公室有600块薪水了，大学生600块啦，工人底薪200到300啦，加班加点可以拿到400、500了。但是你觉得很少，内地那时候还在拿86块了，对吧？这就是我真正经历过的中国，你们才吃过3天饱饭了。所以很多中国有识之士说，中国人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你们吃过饱饭不过30年的事情，你们能把饭吃饱是这近30年的事情，你怎么可能才吃了3天饱饭就要意淫全世界呢？你不会用你的那个猪脑袋想一想吗？是不是？你的底气在哪里？你的底气还是在廉价劳工啊，还在人口红利啊，信不信？如果你真的那么厉害，你就不用千人计划了，对吧？我中国人聪明，我自己从什么基础科学开始，然后慢慢研发出来，慢慢1-2代人之后，让整个基础科学完备之后，然后开始什么挑战高科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哎呦，
我觉得中国啊税利哦，这个中国了不起哦，这样的话真的我以后干不过他们。没有啊，他到今天中国没有不强调基础科技，好不好？到今天还在什么？笑死了，还在千人计划。千人计划，美国把它一斩断就全台湾的什么张汝京啦，什么梁孟松啦，在什么高启全啦，然后什么蒋尚义，这些不都是千人计划了？问题是现在又如何？现在可能只有张汝京啦，跟梁孟松还在了，还在中国，其他人都。你不记得吗？蒋尚义去武汉去骗个团转，人家用他的名义去买了一台什么 EUV， 然后什么全部是骗钱的。这些人啊，一代的在台湾的科技一代宗师啊，被去那边被人家当猴子耍。所以说，蒋尚义基本不敢讲话啊，不敢出来啊，因为他的人生啊，当然他的技术还在了。当他现在好像是鸿海给收买去嘛，慢慢收买，给骗钱去了。但是我跟你讲，也领先了哈，在台湾的名气已经完蛋了，已经完蛋。就是这个，如果你到今天还看不懂中国人的招式的话，那你永远在这个事情上，你永远都会什么？永远都会遭惊，好不好？郑朝木170块短信，谢谢。那种工作关系一阵子没办法看直播，只能看重播，先赶快来给你加油，谢谢啦，感谢，嘿嘿嘿，看直播也是看啊，老样，看直播也是看重播也是看，好不好啊？来150块短信，谢谢。6·4事件那群学生也很被动，总以为静坐就能改变政府。6·4那些事情根本就不是为了反对共产党，他是为了什么？反对物价涨啊！因为那个时候的6·4那个时阵啊，人民还在什么30块，薪水还是36块的时代。可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要改革开放的初期了，所以已经有某些人可以什么？他们叫什么？倒爷嘛？什么叫倒爷？就是买卖，就买来然后卖出去叫倒爷嘛。开始有人在赚钱，开始有人在赚钱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什么？物价开始涨上来。大学生本来可能一个月拿10块钱的生活费的，一餐可能吃5毛钱的。这个我前妻跟我讲的，我前妻就是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我中国那个前妻就是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所以这些东西他跟我讲很多。说，而且他一个人啊，他才16块啊，他一个月才16块的生活费，对，他一个人吃16块已经很辛苦，对，他还要养不是2个孩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因为他们家什么？他们家是湖北最大的地主，听说湖北人只要听到他爷爷的名字，大概能后退3步了，因为是超级大地主，结果全家被枪毙了，被共产党抢了他们的土地枪毙，所以他们这些所谓的黑五类非常辛苦，所以那个时候田里在工作是谁？都是这些黑五类，这些本来的大小姐。我们在讲前期工，哎呀，如果你不是共产党，我现在见你可能要经过3个秘书通报才能见到你。结果他最后怎么办？他带着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去读大学，16块半，一个月16块本生活费，他们3个人要吃。永远都什么吃稀饭，然后他带一罐的什么，一罐黄豆酱，然后那个什么弄很咸的黄豆酱，就这样吃稀饭配一点黄豆酱，配到最后他说有段时间了，整个眼睛看不到，没有 B 群，没有营养，他们就说看得很舍不得，都叫他家里去给他吃一点青菜，他连青菜都吃不起，不要吃肉啊，不要青菜都吃不起了。然后他就说哦，慢慢调养学车又好起来。我那个前妻是天才啊，一气细养，他数学没有他解不开的数学题。我就跟你说，这个就是那个时代，就中国就是这样起来的嘛。然后你吃饱饭才几年啊？然后现在我中国人现在每个人都问我台湾算什么？我们这样啊，我每次看到这些土八路，我都快笑死了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过得非常好了。我们吃大鱼大肉的时候，你们还在什么？你们还在36块工资的时代，你是干嘛在攻下？也就这样的民主是没有什么，没有反省能力，没有羞耻心的。
所以可以，我常讲，吃了3天饱饭就想一饮全世界，这个就是什么？中国支那基因的特质。远离这些人，好不好？啊，苏州崑山你唔知啦？我跟你讲，我以前崑山有几个大客户，你知道，他们是那个当地最大的那个什么模具店，穷多啊。他每个月给我出了好几千箱，他们卖给什么？他们在什么富士康路，已经一条路啊，这富士康路，你知道吗？一点底下，我光昆山就有2、3个客户，那个量之大了。我现在听说这些人都已经1年没交过货了，可能倒掉了吧？你就知道说台商的离开对当地的基础工业有多大的影响。我都可以作证了，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啊，是吧？昆山啦、苏州啦，这种以前我客户群啊集中的地方了，这一代的客户现在听说已经1年多没有交过货了，打电话去可能也已经没人接了，已经倒掉，连这么大的经销商都倒掉，你就知道，我之前不是讲吗？亚洲超跑公司啊，总部在哪里？在天津。从疫情到今天没有只卖出1台迈巴赫，因为那个 CEO 是我们观众的儿子啊，这个他跟我讲的。中国的经济坍塌，我是直接拿数据跟你讲的，我不是自己猜想的啊，我讲的东西都是有凭有据的，所以说一个国家居然可以什么？所以我说这个叫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啊、塔西佗陷阱，3个陷阱，我这个是不是最早讲了？我回台湾就讲了嘛，中国面对这3个陷阱一定走不出来嘛。转世界没有很少人这样同时面对3个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什么？因为你的收入到美国的，你的 GDP 达到美国的60%到70%，美国就要干你了，因为你在挑战我。如果你的 GDP 达到美国60%，你还是非常跟美国完全合作的话，不要像当年的日本人嚣张说买下美国，不要像中国说我要挑战美国的事，美国可能不一定会搞，都会干你。可是你看你自己他妈的吃饱3天饱饭就要跟美国挑战嘛，所以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叫什么？塔西佗陷阱就人民已经不再信任政府的每一句话了。当人民不再信任的每一句话，你就完蛋了啊！中等收入线大家都知道嘛，你大概一般国家大概所得达到人均 GDP 到1万左右，就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冲上去好厉害，冲上去就上去了，下来就下来了，下来就再也不会上去了。比如说菲律宾，比如说阿根廷，比如说很多，甚至以前的什么柬埔寨啊，什么那些以前都曾经很辉煌的。下去就下去了，不会再上来。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下去又上来，台湾跟日本，只有台湾跟日本。你讲想，这就是我们的厉害的地方。我们要去坚持这一块嘛，对吧？你台湾人把这东西讲清楚，根本就不需要再去管共产党在讲什么了，是不是啊？所以我做刚刚讲到那个飞机那事。所以美国人的精神，这是我美国的精神嘛。你是我的人，我就会想尽办法用请国力把你救回来。没有在谈值不值得这个事情，美国人有没有在谈？全美国没有一个人会说：“哎呦，花了好几亿美元就一个人划算吗？”美国人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已经根深蒂固了，他没有人会觉得，只有你那个死共产党哦，只有那个不要脸的支那基因才会用划不划算来算，人命怎么可以用划不划算？这个就是一种国家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持续下去，他们的人民，他们的作战会最勇敢。我不怕，我敢冲到最前面，我出事，我的国家会来救我。这款代志就像古代打仗嘛，一鼓作气啊哈，那个激励人心的美国人做最快做的最好。像这个抢救联合大兵的，还有这一次这个事件，我跟你讲。
这个美国花再多钱宣传都不比这一次效果好。我啦总统嘛讲对啊，我这开10亿的美金来宣传嘛，不一定有这个好过啊。但是我这一次这样做，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讨论我的科技问题，讨论我的人素养问题，考虑我的人道精神。我自己的人民，我一个都不会让他在外面吃苦受难。所以我好想加入美国，就是我跟各位讲，加入美国你就能享受这个哈。你加入美国，你就能享受这个美国。但你就是我们之前我讲李明哲的问题嘛，李明哲的问题，杨宪宏他们是带着李明哲的老婆去美国，跟参众两院讲说，你用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是叫台湾的人民就是等于美国人，所以台湾人在中国受的苦，那你美国要出手。我已经讲过100次了，如果不是美国参众两院出手，你以为李明哲会这样白胖胖的回来哦？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中国，我们那时候就大家都说完蛋了，李明哲机器人不会出来了，我们就认为他这一辈子出不来。所以说我跟各位讲啊，现在每个月上个月台湾还有318个台湾人在中共被拘留。我讲这句话，你们去查资料，上个月还有300多个人，现在越来越多这种人，为什么？各位，如果你有加入我的政党，你就不要再去中国了。你有加入我们台美党，你就不要再加入；你有加入任何一个反共政党，你就不要再去中国了。他们这一块，其实他们已经把我们的什么内政部内政部的那些匪谍已经把我们资料送到中国去了，被送到中国去了。所以很多人说，不行，你怎么抓我呢？对了，我什么时候因为朋友来拜托嘛，我好啊，我身份证好你给你搞，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说我就加入这个政党有什么问题，但是人家中国很在乎这个所以啦，要做一个真正的反共者，连中文都不要再去了啦，不要再去了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被抓？因为他没有想到这样都不行，就不行啊！我中国的土匪啊，我就土匪啊！我说行就行，我说你不行就不行啊，随时可以把你抓起来啊！所以那些现在很多人还到中国去旅游这些人真的，我讲他们真的不知道铁拳的厉害，好不好？经过个300几个也去抓去，我感觉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这些人就所谓的什么，我不关心政治啊，好啊，你不关心政治啊，让政治来关心你啊，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好不好？一个人到现在说不关心政治，我就会笑他，对吧？你不关心政治，你就不知道哪里有坑嘛，哪里有坑？你是这2天我电话抓去啊，我一笑置之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Jack Lin 70块短信，谢谢。今天新闻网络上被攻击上万次，一定的。我跟各位讲，我们的后置不是我们的什么，我们党的工作团队已经形成了，他们每天讨论的热火朝天要怎么样去推广，他们在外面在各个平台被推广之后，都会遭受10000人以上的攻击，有什么关系？对吧？大不了这个账号我再换一个就好了，是吧？所以现在我也不怕了。既然要走这一条路，就不要怕被攻击这一定是必然的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都不用放在心上，你想都不用去想，这是必然的，因为他怕你嘛。为什么以前我成立什么台湾国际空间促进会？为什么以前我做这个节目？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攻击？那个时候有啦，我在中国朋友被扫过一次了，但是没有这一次这样。他大量水军已经靠过来，就是要打压我们那这样什么奇怪的？为什么打到他7寸了嘛？我每次看到这种事我都很高兴的，因为我打到他7寸。尤其是我们516跟那个正南军结合，台派跟正南军结合，这个已经把王沪宁他们搞死掉了，搞到一张他个讲语你了，到底是要怎样啦？怎么塔山这顶狼这么了解中国的人，有这一群人出手了，他觉得我每一件事情他都应接不暇。
共辉啊，我跟你讲，才刚刚开始啦，要不啦，要不搞的啦，才开4年了哈，才刚刚在起跑线哦，才要鸣枪，才要往前冲而已啦。未来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很多砍你7寸的事情。我就讲哦，你已经沦落到要靠郑丽文了。你共辉啊，你共产党已经沦落到要靠郑丽文，谁不知道郑丽文在台湾现在什么？现在什么过街老鼠？我就问各位了，现在哪一个国民党地方政府、地方政治人物要参选的政治人物敢让郑丽文去站台？你看看有看到吗？一个都没有嘛，这个熊潜心嘛。比方说地方政治人物都觉得说，哇，我这郑丽文来搞卡台哦，是扣分的，是扣分的嘛。啊，这么简单的道理，中国不知道吗？他明明知道这个人在台湾的政治没有任何力量，甚至是吧负面的影响，为什么还要找他去呢？因为一波波嘛，对吧？连王沪宁这种理论大师，我跟你讲，被我们砰一打懵去啊！为什么塔山这顶人最厉害，他妈的论述比我还强啊！他每次都打到我们的7寸嘛，就他不知道怎么办。那这样怎么办？今天不会让郑丽文去丢人现眼，因为我想去郑丽文。真的只是习近平这个，习近平是被蒙蔽了。我先跟各位讲，习近平被周围人蒙蔽嘛，所以他就说：“哎呦，我虽然呢在国际上全部输给你川普啦，川普你把我周围打了一塌糊涂，然后让我低价能源完全没有空间了，没有空间我就没有办法用低价倾销，人家是怎么打蛇也在打你7寸的。结果习近平有没有什么反击能力？我想，哎呦，他有什么这么大国呢？这么大国智库啊，嘴里怎样有多少智库啊？他一定有很多什么让我们想象不到绝招。结果他的绝招是叫郑丽文去训话，我就是我，他只能跟美国讲说，对了，我全世界都输你了，但是我台湾还叫我掌控了。然后川普会跟你讲说，没有哦，我派了人去台湾哦，我的监军在台湾哦，他们这次军购会不会过都没关系，反正我美国会先垫钱嘛，对不对？等我们516的时候，我们再考虑后面在内政部申请一个专案，来让台湾人捐钱，没关系啊，我们人民捐钱，把那个飞机买下来，把军购买下来，把海马斯买下来，对吧？有没有可能？我跟你讲了，在现在这个时候了，台湾现在有钱人实在真的太多，这个是没有人去推动了。我们考虑推动这个，但这个账户在内政部不在我这里哈，不要有人说让塔山有想要敛财了，这个绝对不会，账户绝对不在我这里，所以你们捐绝对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也可以来发动这个，这个都是我们在讨论的问题啊，讨论的事项之一啊，对吧？我讨论的事项之一，如果我跟各位讲，我们说发起这个，哇，跟你讲，很多人就想，好啊，当时政府你发给我1亿1万嘛，那我再把它再加1倍还给你嘛。很多有钱人会这样做，那我跟你讲，那个气势就起来，你气势就起来，那个气势就等于是嘛，国民党你就真的让它什么泡沫化，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在觉得国民党要泡沫化，对吧？我比较讲的吴嘉荣老师讲的话，你把它仔细的解析起来，他就是说国民党要泡沫化嘛，台湾不需要第三政党，台湾需要一个左右政党啊，不就是我们讲的啊？我这段时间比容易讲这啊，为什么以前他们都不讲？对吧？我没讲之前，为什么没有人讲？就现在我讲，表示什么？让我们的这些话带起了什么？带起了风潮，让很多人觉得塔山讲的是对的。我也是赶快啊，比如说4月10号台中火车站要办那个活动啊，不是我办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办的，但我就在我们节目推广，我们的工作团队也在做这个宣传了，到处宣传了。我们帮4月10号在台中火车站人做宣传，当然不是帮他宣传，帮我们做宣传，就是说同道中人彼此去 promote， 这是我们未来要推动的，就台派的人要互相帮助，不要像那些什么台澎党一顶人哦，像那一群老台派一群人，我不说每个老台派了，有一些老台派心胸狭隘到狭窄到什么程度，你们应该知道吧？
别人只要讲到他们讲的范畴里面就开始攻击了。斯坦不是在骂那个谁黄胜峰跟皮筋吗？你们自己去看，不是我骂，这次我没有骂他们，因为他这次没有惹我，他们去惹斯坦了，好不好？台澎党，你看哦，这两个优秀的台澎党员到处出征了，你已经够没有声量了，够没有声量，你还在去到处出征这些台派，你又说不过人家，他妈我上次把他臭干了，给他一回应都不敢再回应了，就这一群人，这就是我们台派人早期台派人的阴暗跟狭隘。我不是说每个人哦，不要误会哈。包括我讲那个周威岭，到今天还认为我们台澎党是山寨党，就是啊，我山寨谁？你自己到现在都不敢主政党，然后我叫山寨党，就这一群人，我跟你讲，我非常厌恶这一群人。这一群人为什么70、80年来一点成绩都没有，一点声量都没有？他们只是什么？守在这里1亩3分地，他没有想要往外扩张，他也没有能力往外扩张了。他长得那个喉咙霸标，长那个死样子啊，又没有论述能力，信用又狭窄，然后把什么？把这些东西全部弄的，当然是有人把那个什么。把那个斯坦骂皮筋，他们发给我看，我笑说啊，这不是赶快，这本来就这样啊，这群人就是这样啊，这群人没有改变过啊，你以为呢？不要把他们看得太高尚，我跟你讲，不要把他们看太高尚，有本事的人不会一个事情推动几十年到今天没有人听过，你连声量都做不起来，你跟我做什么？声量做不起来没关系啊。你可以找到大家合作嘛，可是没有，他们不能跟你合作哦，因为他跟你合作，他觉得你要抢我的声量，他一定要找比他弱的人合作。那比你弱的你还合作什么？比他强的人可能知道，他就你要来抢我的哦，就像那个周威林一样，就他来找我，结果我在抢他的，就是啊，你哪来找我？我办你这个根了，我什么时候认识过你？好，这就是我跟你讲台派的人的狭隘局限性。这么多年台派没有太多成长，有很多的问题，这种局限性是很严重。我们这个党绝对摒除这些问题，我们很清楚知道问题在哪里。我说过啊，只要你推动的东西是对的，你比我先推动，我就先去支持你了。挺军购不是我先提出来的吗？可是有人台中先办，然后我嘛是给他听啊。我敢讲啊，你这个人要偷我那个山寨啊，那个塔山先提出来的啊，我们516要在凯道，你凭什么在410在台中火车站给我搞这个啊？你这是抢我的风采啊！我们没有啊，我们甚至大量在帮他传播啊。这个就是什么？如果我真的讲各位，如果我们的台派未来都以我们这样的态度，我们台派才会兴旺起来。台派已经什么？已经陨落很久了，不要自欺欺人。台派不要自欺欺人，你们的声量已经基本看不到了，你们已经没有声量。重新找回台派的价值，非常简单，大无私的精神，不要觉得什么都要我自己。我这台湾这厉害，我来做总统，我就被是没有这种事情。只要有什么有能力的人，我们就把他推上去了。如果台湾人当坚持我们这种精神、这种态度，台派会再度兴旺起来。各位，你敢不？你摸着良心讲，我们台独的跟之前的台独差多少？你不跟人笑，我都怕人家笑。我跟你讲，我都怕人家笑，好吗？以前台独多兴旺。哇！以前我们台湾人讲台独多么光荣，多么兴旺。现在台独在哪里？现在问人家台面上谁在搞台独，讲不出来，没人讲得出来。为什么？台独已经垮掉了。我们重新再来，再整合不好吗？我们重新整合好。今天要开始讲今天主题，不要每次都讲得开心的忘了主题。
年轻时候谁不左派？年轻的时候谁不左派？左派看似比较进步。什么叫比较进步？就是说他比较讲人性，讲民主，对不对？这个东西呢，讲人权，看似比较进步。我没有反对左派，我反对那些极左。你中间偏一点点左 ，OK， 中间偏一点点右，我觉得更 OK。这个是我们不会计较这么多。所以说，很多人说啊，你右派，你为什么要讲社会福利？你为什么要讲什么给年轻人住宅？谁告诉你右派不能有福利的啊？福利不是左派的专利，是左派的原因是什么？左派他为了执行他的左派，他很强烈的要执行左派，所以他必须要什么？成立一个大政府嘛，一党都被灌，他什么都要管，所以他用一个大政府，大政府就是集权的温床，是这样来的。对，极左跟左交才是问题，对不对？我是右派，但是我也强调社会福利，这怎么会有问题呢？啊，这款代志我要改水哦，我真希望我们的观众素质要高一点啊，不要被这种东西给 confuse 掉了，就白瞎了。年轻谁都是左派，年纪大才发现说左派不是不好，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保守派要本土优先，本土不优先，你先把这个人权啦这么好的东西先给外的，就像我们现在讲的什么很简单嘛，你把人权给了杀人犯嘛，你把人权给了外劳，我们现在最低工资29500，是包括外劳。全世界你去看香港的所得跟外劳所得差几倍？香港有没有把外劳列入他们最低收入？没有，只有台湾这些左教会做这种事情。这个就是问题。敌人的人权你在关注，杀人犯的人权你在关注，外劳的人权，但外劳人权可以适度关注了。外劳，因为外劳不是罪犯哦，外劳人权不是不能关注。但是外劳薪资要跟本国劳工脱钩，这是叫必然的关系，就这么简单，是不是？杀人犯该枪毙就枪毙，没有一个总统愿意担这种杀人犯，这个不是杀人犯，好不好？你只是执行国家政策。之前我刚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国民法官，他寄给我嘛。让我去参加国民法官甄选有过哦，第一批甄选有过，然后第一个案例来就是一个杀人犯，我不敢去，为什么？因为改讲拍谁哈，我不想去断定一个人的生死啊，我来个判一死，明来跟我枪毙，我那时候还不够成熟，我讲安尼我感觉心里怪怪，所以我就拒绝之后就再也没找我了。我现在不会这样想啊。我的社会公益要有人去执行，对吧？就算说当那个什么刽子手，这以前杀人那个刽子手，我觉得也要有人做啊。社会公益就是要这样啊，是不是？就人都有嘛，所以我说嘛哈，年轻的时候谁不左？哪个年轻的时候不左？但是年纪大了，你就会发现，保守派本土优先才是你最重要，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敌人。专门跟你保左派渗透，共产党就是左派的大本营嘛，他们是极左嘛，走到最后，然后呢，用这个来渗透全世界。所以我们到这个年纪，对哦，先把我们的自己家人啊、自己国家、自己家人先保护好，然后再什么，行有余力再保护别国嘛，对吧？这样才是到底嘛，因为要不然你看现在法国最左啊。法国最近不是跟川普在对干吗？其实我跟你讲啊，法国会很惨。还是那句话，请问马克龙你有什么？你国家有什么嘛？你讲我听嘛？你国家有什么不可想象的东西？就是你国家有什么？有啦，有一些他们能够坐那个大飞机也算厉害，这个我们不能否定。但你不能老是停留在那里啊，
你整体的精密工业，他们还在精密工业的阶段，你这种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什么的极致的国家，说一次工业革命、二次工业他们都很强，这个没有人反对啊。可是各位，现在已经第三次工业革命叫晶片，第四次工业革命叫什么？叫 AI， 全部在亚洲，全部在台湾。你们欧洲有什么？你现在还在拿你们那上世纪的东西来这边讨生活，你不觉得你很危险吗？啊，为什么？福利太好了，福利太好，连那个从外面来的穆斯林你都给的那么好的，外来人口都给的那么好，所以没有几个人在拼命的生活，没有在拼命工作，对吧？难怪工人努力工作，收入1000块啊，不工作救济金700块啊，我就可以做收700赚700块就好了。这些东西是阻碍国家发展的，而且马克龙，我不是我笑你啦，我不是我笑你啦，你也撑不下去了啦，对吧？你的高福利你撑得下去？你拿什么撑下去？你跟我看，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就是什么？维持高福利的国家，如果其实台湾反而才有机会啊，台湾那种欣欣向荣那个什么晶片的那个销售，说每年倍数成长，台湾现在来搞全世界最好的社会福利，只有台湾有资格。我告诉你，现在只有台湾有这个资格。欧洲你有什么资格？是吧？法国、德国、英国，包括什么丹麦现在不是又在搞台湾了吗？那什么当然身份证要什么不能用台湾，要用中国台湾吗？这些的都是我跟你讲，丹麦不会突然无缘无故转向啊，因为他妈的没钱。我告诉你，这些国家没钱，然后就想，哎呦，中国好大哦，中国世界第2大经济体，要不那个中国留我们，这个就是李在明这些人的心态，包括马克宏这一群乞丐的心态。为什么叫讲乞丐？不思上进，你应该什么？你这种先进的国家，你有很好的工业基础，对不对？其实你应该开始从基础工业，然后再往前，再把这个国家带起来，对不对？然后再回到你们以前的荣光嘛，这个才是该做的，不是矮化自己，妈的去投降跟中国，中国比你还穷，我告诉你，中国人都给我们要死啊！你能从中国得到什么？各位，中国人已经连基本的生活他们就在过不下去了。我就问你，当世界工厂都外移之后，他就回到文革时候嘛，只靠内需就这样而已啊，吃饭呀，吃饭的需求而已，你能有什么经济活动可言？我问的，我们刚进中国的时候，连一颗螺丝钉中国都买不到，都没有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工厂在中国啊，每个月啊好几个货柜从台湾装什么？装原料，甚至装泡面、装罐头，什么都是台湾运到中国，然后中国只负责组装，的原料都没有。中国马上要回到这样的时代了，你们知道吗？你不知道中国已经快要回到这个时代了，你还想去中国赚钱啊？中国是不是用什么来跟你买啊？已经没没掉，易子而死吗？信不信？可是世界各国居然啊，所以我跟你讲啊，肉食者鄙啊，各位你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肉食者鄙。虽然忝居高位，你以为他们应该了解世界的局势，其实这些肉食者都不懂世界的局势。李在明懂他都不会这样做，马克龙他懂就不会这样做。丹麦、加拿大，你看这些人没钱人就想跟中国，是不是？你德国你不知道吗？你搞到你的什么宾士，你的什么，你的车厂在中国一家一家退出来了，一家一家结束营业了。中国如果还有购买力，我跟你讲，我以前在中国开一台奥迪啊，那个时候买了大概30来万人民币。你知道我以前那个 我那个是 Q5 嘛，现在卖多少钱你知道吗？基本上10通万了。现在可以10几万可以买到奥迪，我跟你讲为什么？
因为做出来卖不出去，刚好倾销掉，我不做了，我关厂回家了。波斯威根也是一样啊，德国人在中国赚最多的就是什么？波斯威根啦，什么宾士啦、BMW 啦，就这些厂，就这些赚最多。现在这些跑得比谁都快啊！中国谁还有钱？我刚刚就跟各位讲了嘛，亚洲超跑公司在中国要结束掉，结不掉。中国要跟你讲说，你要把这些人卖的每一部车的什么金流给我报清楚。他说没关系啊，不报就不报，公司继续留着，我就不干了嘛，我离开了嘛。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想表面上来说，哎呦，连亚洲超跑都跑的，亚洲超跑如果离开中国，会把中国稳住，你知道吗？这个事情我可以作证的，我讲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啊。中国你派人来跟我辩论啊，看你是不是啊？看是不是这样啊？没有一个人可以过得好啊。然后一群乞丐国，妈的这些乞丐国，马克宏这些乞丐国，一个一个还要去磕头。这个就是我真跟各位讲，一个国家如果走到这个地步了，他们也是嘛，也只有坠落的机会。所以跟你讲哦，让中等收入线能拔了印象，他们已经冲到什么？包括韩国，冲到已开发国家的顶点之后，也会迅速下滑，无可依靠啊，不好，对吧？你们法国啊，你们德国啊，你们德国啊，他现在除了汽车之后，他还有什么？啊，汽车可能未来被马斯克摸个糟我了，对吧？被马斯克打翻了，所以我就问欧洲这些国家，你到底还有什么？汽车没这个机会啊，科技跟你无缘。机械精密工业未来了哈，未来世界的什么？世界的工业革命，有些东西已经不需要，以前需要的东西，比如说现在电动车啦，你那个几轴机床要做那个什么，做引擎啊，那些东西，不需要了，我一个马达就行了，对不对？我整个内燃机我不用了，我用个引擎，用个马达就行了。世界在改变，当你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工业能力，对啊，我那个机床多厉害呀、啊，我那个精密工业多强哇，好呀，起码可能不需要用到这个了。然后呢，被整个世界淘汰。被淘汰，你不去想尽办法说，哎呀，让我们就现在最先进的晶片啊，我们来开发晶片啊，来台湾学习什么哈，来学 AI 啊，然后融入这个世界，也许用你们的本来的那个工业基础，可能发展起来会比中国快一点，这个才是你该去做的事嘛，而不是这个时候去什么去舔中共嘛。习近平说，啊，恁别盖都给我们要死啊，你起不来。你还跟我要饭，地主家已经没有余粮，而且何况他又不是地主，对不对？他才是个刚吃饱3天饱饭的乞丐，他不是地主啊！拜托你们这些欧洲国家，你们德国、韩国，你们这些傻子国家，不是地主家没有余粮，没有地主，他们只不过刚吃饱3天饱饭的穷人。你就把他当地主，你傻逼，这么一群傻逼，这么来看我们的节目了，我跟你指明活路了，真的啦，你来看我们的节目了，跟你指明活路了，不要再去想，要靠中国你的膝盖就歹看，我觉得韩国如果再跌回什么，跌回那个农业时代，他会很惨，我告诉你，他任何东西，他现在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了。没有什么存在价值。当然，美国说要跟他合作军舰嘛，造船这一块，其实造船这一块没有什么困难了。我真跟各位讲，全世界造船那些技术人员都是那批人而已啦。那一批人到哪里还不都是做？德国人最容易被收买了。为什么德国的科技为什么被中国骗光光？不是骗光光，自己去兜售的好不好？德国韩国工程师到中国自己去兜售我的技术啊！韩国人是最没有国家尊严的就以开发国家的人来讲，韩国人是最没有这些观念的人。台湾有没有？我这2天我才问我女婿啊，
阿公哦，因为他是做制程的嘛，他的专长，他就制程，这个马斯克就是要制程改良工程师嘛，他就是要找他们这一群人嘛，好像3倍还是2倍的薪水。他问我要不要去，我说当然不要去啊。我说你开什么玩笑，怎么可以去？第一，那我看紧，我们不缺钱，我们不需要去。第二，马斯克不可能成功的，好不好？万一你去了，然后马斯克失败了，你回不来啦。如果你离开了人啦，你离开台积电去别的地方投效，这个投效不成功，你回不来啦。哦，不要做这种梦。马斯克那个成功机会，在我看来啊，基本上是0啦。所以我现在跟台积电的朋友讲哈，我跟我自己的女婿讲，永远不要去相信这些东西。我们在台湾战战兢兢的把这一块做起来就好。我说你们那么年轻，那么都20几岁呀，问家谁跟我们早干了，别30岁啊。我说你们20几岁的人已经有这样的薪水这么高，你做到50岁，做到60岁，你们就几亿的身家了，那个时候再来退休就好了，一辈子快快乐乐的生活，不要再去做。我说到了你退休，本来如果你在台积电这样下去了哈，如果在台积电这样去了，你一辈子可以赚2亿，好吧？去美国可以赚4亿，2亿跟4亿差别在哪里？可是你到马斯克那边可以赚4亿的话，你就冒很大的风险。万一马斯克做不下去，你回不来啦，老大回不来啦。啊，我这句话是跟我自己的孩子讲的，我也跟台湾所有的还在犹豫说马斯克要来收买，卖做这个梦啦，对不对？你们自己都很清楚，你们的工作已经被切割成这样一点哦，你只负责把这一小阶段做好就好。哇，你的上面跟下面要做什么你都不知道。我问你啦，这就是台积电厉害啊，他不会再创造另外一个梁孟松了啦，你惊到啊啦，所以他已经把它分工到这么细，以后不会有梁孟松这种人出来了啦。所以乖乖的为这个国家，也为我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族，自己的人生，就这样。这个才是我今天真的想跟各位讲的。这些是你领先该做的事，冒那么大的风险，你没有得到更多。就算你得到更多，你冒了很大的风险，你这一辈子到退休那一天，你有2亿资产变成4亿，我问你这2亿有意义在哪里？在哪里？而这2亿是你冒了很大的风险来换来的，甚至你有可能这个风险没有过，你连本来的2亿都没有，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啊。台积电的工程师啊，一辈子资产超过1、2亿是很正常的嘛。而且我女儿也在上班，也在赚钱，我女儿薪资也高啊。你能一辈子过得轻轻松松、快快乐乐，你干嘛去搞这些？不要再去相信任何人哈，要相信台湾这块土地。台积电是你们的恩人，台积电是让你们有这么高的什么？让你有这么高的薪水。这么稳定的工作，这么有体面的人生，感恩台湾，感恩台积电，感恩张忠谋，我觉得人生就够了啊！希望我希望我们节目有很多台积电在看了，是吧？连我们工作团队，科技业好多啊！我聚集起来开了一次会，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的工作团队科技业这么多啊！科技业很喜欢听我讲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科技业，他不要说很喜欢，他也愿意跟我看我的节目了。所以我的节目我节目不光是老人家看了，很多年轻的科技业的人在看了，好不好哈？这样的话，大家的话，你也好，我们也好，大家活在一个安稳的环境，继续让台湾的台积电领先全世界。哎，懂内有懂内吗？拍写，哪一个懂内？来好，拍摄我看有讲，我有时讲我讲得太开心了，你知道无？那无看。来150万同政治就是要选边站，跟着老大哥才有糖吃，本来就是啊，本来就是。拍摄，我这款人有时候得意忘形哈。是啊，
只有笨蛋才会去他妈的，我就不懂为什么这些人，为什么你不去跟着美国跑啊？你要去跟中共跑，中共到今天还在靠美国对美国的顺差来兴挖的人，中共也在靠美国的外销来生活的人，我就问各位啦，你去跟他干什么？你就不然我讲，才吃过3天饱饭的人啦，才吃了3天饱饭的人，你就把他当地主了，你直接臭西凉了，你他妈笑死了好不好？中共经济非常严重，非常严重，不能再严重了。我已经讲太多，我都懒得再讲了。我讲的中国的经济每一个都是什么？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我朋友直接跟我讲的，我中国朋友现在经历的东西，我没有一个是听别人说的。至少在中国经济方面，我是第一手资料，好不好？好，还有没有？这个令这个讲过了，好吧？谢谢，感恩啦。对啊，有人跟我讲，中国数据是中国的经济是洗产地啦。第一它是洗产地，第二什么？买方卖方同一家公司，其实里面放了一些什么破布、抹布、一些石头，然后这边出货，这边接收，反正就这样，然后 GDP 就创造出来了。这个是真的哦，要不然因为我就讲说，哎，那公中国经济怎么外销还这么好？各位，我就问各位啦，东莞都没有生意了，你外销从哪里出来？从哪里出货？你讲我听好吗？我到今天所以我一直被他弄得很混乱，你知道吗？我明明到今天呢，我东莞的朋友全部垮掉，那工厂没有一家还能够活的。为什么他外销还那么好？那以前不是东莞世界工厂吗？好啊，曾经世界他妈的5双鞋子有1双在东莞做的几台电脑1台电脑是东莞做的，那个辉煌的时代不见了。那我就问你，中国还那么多外销在哪里做？江浙也没有你想那么好。如果江浙那么好，昆山怎么了？苏州怎么了？去昆山去苏州看看，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就像我说，全中国城市也没有人，农村也没有人，人跑哪里去了？没有人说清楚，没有人跟你讲得清楚。然后呢，东莞、厦门、昆山、苏州、浙江、江苏，没有一个生意好的。可是他说他外销什么创新高，每年顺差超过1兆美元。为什么？原来你跟他讲，人家都是几块九头破布石头就出口了嘛，反正买方跟卖方同一家公司嘛，他就是在创造经济、创造出口而已嘛，做假账我跟你讲，中国人做假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是天生的，你知道吗？以前我那个员工就跟我讲说，哎呦，那我们那个产品我到时候教你啦。我们那个纸箱不是那个什么上面有那个间隙吗？我说里面给它灌水泥，他说灌水泥那个重量就很多。有中国很多卖水果那个纸箱是灌水泥。中国人连他最底层的工人都会跟你做这个建议啊。我说你打个破我说我这辈子不干这种事情。所以中国人他们的造假是刻在基因里的东西。讲啊，你听你就讲我好久。所以呢，如果他真的外销这么好，他国内经济不会垮到这个程度。你继续作假，有一天你就会发现，真的无路可走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哈哈哈，中国是什么经验？所以他一崩，全世界都是慢慢崩他是什么？他硬撑在那里，然后直接就下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就什么？就所谓陈胜吴广就出来了嘛。没饭吃啦，各位！中国要进入没饭吃的时代，我跟你讲，5年内必然发生。以现在这种态势以这种我们习大这种了不起、伟大的舵手，让他继续掌权，5年内必然人吃人。他已经伪装不下去了嘛，他继续伪装到已经到极致的伪装了，再伪装就一定会破功嘛。
破功之后怎么办？所以很多人讲说，现在是什么？外公外婆、内公、奶妈，这样4个养一个孙子，养一个侄子，养一个儿子，全家可能都是嘛，都失业了。可是因为他们这些，他们因阿公也是因外妈、因外公啊外妈，他们有什么？有退休金。中国体制内的退休金是比台湾好的，你要知道这一点。中国可怜是这些农民没有退休金，所以农民很可怜。可是体制内的退休金不会比台湾差，所以他们是嘛，啃老啃到什么程度啊？对吧？规家人靠因阿公还是因阿嬷的退休金的生活嘛，这个在中国已经非常非常严重的比例。那我就问你啊，谁来生产？流血输出继续流吧，继续流吧，流干了啦，快流干了啦，对吧？啊，因阿公因阿嬷来死去的，我们的这一群人怎么办？比如说呢哈，外公外婆还有什么？他们家他爸爸妈妈哈。然后什么？他舅舅、他舅妈那些人，规家都没头咯，包括小孩都没头咯，一瓜拉巴掌哎，然后只靠2个老人、1个老人或2个老人的退休金，大家勉强在度日，只是什么温饱而已。啊，这个老人如果死掉呢，这瓜专这一群人大概8到10个哦，全部没有工作，然后你不去抢、不去杀人放火，你怎么活？快了，各位快了。现在是台湾全世界最奇妙的方法。以前说什么？以前是什么？年轻人要养活老了，现在是老了养活年轻人，这叫啃老。我讲的这件事情是最真实发生在中国的城市里啊，农村那不是又更不是这样。所以农村人为什么现在什么更走投无路啊？农村人更走投无路，城市人还没有问题说，因为还都在啃老嘛。那我问你，这种情况下怎么会有消费力？我的消费力是能够把米买一些米，买一点青菜啊，盐巴、酱油，这个能买齐，能够有饭吃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他怎么有这么多余的消费力呢？那你不能怪年轻人啊，你说我愿意做事啊。问题是现在连送外卖都没有收入，好不好？你送外卖都很差，因为这样点外卖的人少很多，其实送外卖的人太多了。僧多粥少，连外卖都这样了，其他就更不用讲，所以说，台湾人我们不用担心共产党怎么样，但最后的代志，他们很快就撑不下去。这件代志，我在这边说了算，你们注意，有一天可能3年5年内，我的预言是什么？我的预言就会成真。连深圳都没有单了，深圳怎么会有单呢？深圳是最没底气的这种城市，你知道吗？因为它是个新兴城市，全中国各地来深圳，是因为那个时候深圳有什么很大的外销的机会嘛，对不对？而且尤其是电子，真正的电子谁带起来？你知道吗？深圳的电子是富士康带起来的，富士康的不良品以前流出来的那不良品啊、次品啊，被深圳人大量去发挥，所以有所谓什么？深圳有一个叫什么忘了，我现在想公不出来，就是这样它慢慢带动，所以最早期最早的这山寨机、手机，现在卖到非洲最多的那个就是在深圳做的，可是这些东西慢慢的根已经烂掉，华强北掉了哦，你懂这条该我要贡献，谢谢。对呀，华强北就是这样来的，华强北名要我修，你知道不？但是这些东西基础不在了嘛，很快连华强北都撑不下。你去华强北看看，以前我一个女朋友在华强北有一个柜，有一个门市，一个小柜，哇，那个他说多赚钱啊，因为这台笔记本批发探理账。我以前去帮他看过，我说哎呦奇怪，你怎么卖那么便宜？我说都这样啊，一台笔记本电脑批发只能赚20啊。可是他说你知道我一个月出多少货吗？转世界那些黑人、那些中东那些人都来买，你知道吗？时代过去啊，所有可能赚钱的机会全部都过去。那个时代，你们真的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康桃汤探子，真的跟你讲，就连虎门那个批发市场
一个店呢，一个月可以卖300万双鞋子，有哪可能？怎么不可能？内地的批发鞋都在虎门啊，尤其黄河啦，现在黄河一直要欠个什么挺多不？是吧？我要讲我女朋友，我前女友在深圳，在黄河有两个店面，黄河那个最大的那个婚纱摄影，黄河后门上大间的婚纱摄影，那个老板就是我女朋友。你讲你听啊，你讲你知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中国到处都是机会，为什么他们突然吃了3天饱饭，你搞不好改重搞的，因为那叫好谈的，还有什么那么简单？我这边我们开一个店，那内地的批发商哦，那涌进来，那个价格哦，那价格往花，你知道吗？就那个时代，就那个时代。现在呢，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是全世界应该，我要仅次于广州的什么成衣批发中心了。所以我就跟你讲，台中路边就最黑卖那个成衣的，我跟你讲，那个都是从中国来的，那个叫什么？叫 stock。我那个时候也做过，但是我觉得不好，一条牛仔裤7块钱人民币买的，真的，我跟你讲，那个 T 恤大概1块钱、2块钱就可以买到。所以台湾很多人大量进到台湾嘛，但是因为太多，我那个生意也不好，因为我以前就本来也想做这个，所以我没有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容易取得。中国那个时候听说有几亿件的什么库存衣服卖不出去嘛，所以他就什么用公斤来卖嘛，那个便宜的要死啊。东南亚有一阵，东南亚都靠这些中国这些 stock 的库存的衣服卖到东南亚，尤其是菲律宾那些国家嘛。这个就是我跟你讲，我们在中国待了27年，所有康邦我都知道，很多康邦我都玩过了，但是我可以跟你讲，这个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不存在。台湾在哈路边那卖一挂成衣向中国来啊，那个也快活不下去了，因为太快没有货了嘛，对吧？中国都没有订单，怎么会有尾货？哪起很多订单，然后才有被打掉一些尾货。什么叫尾货？被 cancel 的订单嘛。现在连订单都没有，去哪里 cancel？ 所以很多东西，很多本来你会觉得可以赚钱的东西，在中国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我讲的这些东西都可受公平，我讲每一件事都实实在在发生的，而这些东西现在都已经不存在。好了，好了，过10几分钟啊，先到这里为止，先这样，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今天的捧场，谢谢各位，谢谢各位。